上衣越来越紧，下裙越来越短，尺码越做越小，女装引起焦虑是要重新定义性感吗？小心畸形审美后掉进商家的营销圈套。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，当消费没有太大波动时，商家就会另想奇招来刺激消费，获取更多利益。女装刚好就是，只要稍作更改就能任人宰割。尤其女性天生爱美，喜欢追求新鲜感，自然在衣服这一块的需求更大。不管老少，市场空间非常大，买也成常态。就好比那句话，女人的衣柜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。逢年过节要买，换季要买，上新要买，心情好也要买，心情不好更要买。总之，购买衣服的理由千奇百怪。当然，购物还能缓解女性情绪，平衡压力，让女性得到幸福。甚至这已经是刻进了女性的基因里。在古代，男性本身的职责就是狩猎，女性则负责采购。但随着消费市场扩大，消费行业竞争激烈，一些商家就开始利用女性的这种心理，开启特有的赚钱模式。例如，普通产品只要打出能变白、变瘦的功能，就能日卖上万件。还有奢侈品这一块，所谓人生必须拥有一件，就能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。尤其是部分女性消费品还在不断地制造容貌焦虑、身材焦虑、年龄焦虑等，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。这里就要点名批评近2年的女装衣服尺码变小的问题。之前还只是遮肉显瘦、藏手臂摆摆肉，让大肚腩变平整，现在直接缩减衣服尺码，导致上身像童装，裙子像围裙，布料也越来越少，宛如一块抹布。名义上是纯欲性感，实际大多是缩减成本。而且修改尺码后，让原本能穿下90斤的 S 码变成只能穿70斤， L 码100斤，只要超过120斤，甚至敢打出大码女装的标签。120斤真的胖吗？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肥胖标准，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，得到的结果只要是在 18.5 至 23.9 之间，那就是我国成人的正常体重，超过27才会被定义为肥胖。衣服尺码悄悄变小后，女性按照之前的尺码购买衣服，发现穿不下，就会营造一种你胖了的感觉，接着出现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的想法，进而促进买。这样一来，在原有的基础上就能增加消费，这便是商家的营销套路，也可以称为美色经济，指的是媒体和商家利用女性的容貌、身材、性感来刺激消费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，瘦所带来的美感和独特的着装都能最快吸引眼球，进而引发眼球经济，所以才有了被定义的性感和各种畸形的审美。但是美从来没有定义，无关长相，无关容貌，无关年龄，做你自己才是最美的模样。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美的概念本来就丰富多元，以瘦为美早已不是唯一标准。而随着女性自我意识崛起，相信就算再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大家都能明白其中缘由，甚至可以大方喊出，穿不下去又怎样，又不是我的问题。